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Andrew Grove 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1985年，英特尔面临以 Hitachi、NEC 和 Toshiba 为首的日本半导体企业带来的严重价格战。面对几乎全军覆没的存储器业务，时任总裁 Andrew Grove 做出决断，全面放弃公司赖以起家的存储器市场，将产能与资源全部转向微处理器领域。这一决断不仅让英特尔穿越了生死存亡的低谷，更缔造了随后统治全球个人计算机产业的霸业。当技术突破竞争规则或外部环境发生数量级的巨变，引发10倍速变化时，原有的成功法则会瞬间失效。这种外部巨力必然导致基础商业模式发生断裂，进而逼出决定生死的战略转折点 （Strategic Inflection Point）。面对这种结构性的破坏，日常的战术微调已毫无意义，沉溺于过去的辉煌只会加速灭亡。真正可行的出路是在业务根基瓦解前直面恐惧，完成痛苦的重构。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该如何摆脱固有的误区，敏锐识别那些无声逼近的巨变，从而穿越危机，找到全新的增长曲线。商业环境的平衡始终建立在多方力量的相互牵制之上。1979年，哈佛商学院学者 Michael Porter 提出了影响企业竞争格局的6大力量：先有竞争对手、潜在进入者、替代产品、供应商、客户以及互补企业。在绝大多数相对平稳的商业时期里，这6种力量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在这个平衡态中，企业间的竞争是线性且可预测的。只要进行战术级别的微调，比如优化橱窗陈列，将生产效率提升 5%， 或者在节假日推出一个轻微打折的促销活动，就足以在市场上稳住阵脚，甚至取得领先。然而，商业世界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一旦这6种力量中的某一项因为技术突破、政策改变或全新商业模式的出现，发生了一个数量级的巨变，也就是10倍的增长或衰退时，那种脆弱的平衡就会瞬间崩塌。这种打碎一切旧秩序的外部巨力被称为10倍速变化。10倍速变化绝不是常规的商业摩擦，它是对行业规则的重写。沃尔玛在美国小镇的快速扩张时，精准展现了这种结构性力量的破坏力。在沃尔玛到来之前，一个典型的美国小镇零售生态是非常稳固的。它通常由当地的杂货店、五金店、药店和服装店共同构成。这些传统零售商的经营模式几十年未变，依靠熟悉的人际关系、较高的利润率以及相对缓慢的库存周转来维持生存。假设镇上新开了一家规模相当的传统竞争对手，老店主的销售额可能会因此下降 10%。 为了应对，他可以通过延长营业时间、改善服务态度，或者增加一些特色商品来挽回流失的客户。这属于常规的渐进式竞争，依靠勤奋依然可以弥补。但是，当沃尔玛携带着颠覆性的商业模式进入小镇时，情况就不同了。沃尔玛带来的不仅仅是更大的店面，而是庞大的全国性集中采购网络、先进的库存管理系统以及强大的天天评价能力。这就是一股典型的、很有杀伤力的10倍速变化。面对沃尔玛带来的巨大规模效应，当地老店主们陷入了明显的压力。无论他们如何延长营业时间，如何对顾客微笑，如何不断挤压自己微薄的利润空间，都无济于事。这不是竞争对手比你更努力的问题，而是竞争的规则改变了。10倍速变化像海啸一样，迅速削平了旧有的商业护城河，让传统企业引以为傲的历史经验、本地渠道和客户忠诚度瞬间变成了一堆毫无价值的负资产。当10倍速变化快速冲刷过商业地表后，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商业模式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断裂。企业的发展轨迹通常是一条平滑向上的抛物线，但在这个特殊时刻，这条曲线会发生本质性的断裂，旧曲线走到尽头，新曲线尚未成型。这条区分了旧秩序与新世界的断层线，构成了决定企业生死的战略转折点 （Strategic Inflection Point）。到达这个转折点后，
过去的成功经验不仅毫无用处，反而会变成沉重的负担。如果继续沿着原有的业务轨迹惯性前行，只会带领企业继续走向衰落。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产业结构的巨变，正是一场重要的战略转折点。在微处理器大规模普及之前，整个计算机产业的运转逻辑是一座高度封闭的垂直堡垒。当时的行业霸主是以 IBM 为代表的巨头，他们采用的是纵向一体化的商业模式，统治着整个垂直的产业链。他们自己设计并制造半导体芯片，自己拼装计算机硬件，自己编写独家的操作系统，自己开发应用软件，最后再依靠自己庞大且专业的销售网络，将这套封闭的系统卖给大企业客户。在这个纵向一体化的时代，客户买的是一整套不可拆分的解决方案。这种模式的利润极高，竞争门槛也很高，只要你一旦买入，就被锁定在它的生态里。然而，微处理器的诞生与飞速发展，成为了切断这条垂直产业链的10倍速变化。随着技术的突破，微处理器的成本不断下降，同时性能却在不断翻倍。这种高度标准化的核心硬件，直接将整个计算机产业的结构横向劈开。原本大一统的垂直体系轰然坍塌，断裂为一层一层互不相干的横向分层结构。每一个细分领域都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大市场。芯片层由英特尔和摩托罗拉 Motorola 展开激烈竞争，计算机硬件层涌现出康柏、Compaq、Dell 等无数组装厂商，操作系统层成了微软、Microsoft 一家独大的天下，而应用软件层和最终的零售渠道层也各自独立发展。这不仅仅是硬件技术的更迭，更是商业生存规则的重写。在全新的横向分层时代，企业不再需要，也不可能包揽一切。要在新的生态中存活，企业必须选择在某一个特定的横向分层中做到最好，利用规模效应占据领先的市场份额。那些未能察觉到战略转折点已经降临的传统垂直计算机巨头，依然固执地试图向客户推销昂贵且封闭的整体系统，最终在同行模块化、标准化的降维打击下走向衰落。战略转折点宣告了，昨日坚不可摧的生存根基，已是今日高风险陷阱。既然战略转折点带来的破坏力如此强，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为什么那些拥有顶尖商业头脑、掌握着充沛资金的大企业高管，往往总是很晚才察觉到危机降临？答案就藏在庞大而僵化的企业层级，以及层层过滤的信息汇报机制中。在古希腊神话中， Cassandra 被神赋予了能够精准预言灾难的天赋，但同时他也被施加了一个诅咒，他的预言永远不会有人相信。在现代企业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 Cassandra， 那些身处组织边缘的一线销售人员、基层研发工程师以及直接面对新技术冲击的中下层管理者，正是企业里最敏锐的 Cassandra。他们每天都在战壕里与客户和竞争对手进行着最直接的激烈交锋，往往能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市场风向的转变和含义。但是，当这些 Cassandra 们不断向总部发出危机警报时，这些坏消息在层层向上的汇报路径中会被不断的稀释、修改，甚至粉饰，最终送到高层办公桌上时，已经变成了一份毫无波澜、依然充满希望的季度财务报表。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存储器战争中， NEC、Hitachi 和 Toshiba 等日本半导体企业凭借惊人的生产良率和极低的成本，将高质量的存储器芯片大规模销售到美国市场。英特尔驻扎在一线的销售团队最先发现了异常，他们去拜访老客户时发现，客户的态度变得前所未有的冷漠，订单开始大面积流失，销售人员的每一次报价都在遭遇日本厂商压倒性的优势压制。一线的 Cassandra 们不断向总部高管发出警告，指出市场正在失守。然而，总部的高管们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看着依然亮眼的财务滞后指标，傲慢地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的价格波动。他们甚至自欺欺人地怀疑，是日本人在虚报产品质量。高层对过去的成功深信不疑，完全无视了一线的呼救。
要敏锐地捕捉转折点，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必须刻意打破森严的层级，直接走到一线去倾听边缘地带的刺耳警报。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棘手的技术难题，每天都有无数的坏消息，如何剥离无用的噪声，精准识别出关键的信号？这里有2个最实质的自问标准：第一，你最防备的核心竞争对手是不是突然变成了另一家以前你从未放在眼里的公司？第二，你周围那些过去总是能精准预测行业走势的核心业务骨干，是不是突然开始显得迷茫和手足无措？当这2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就已经不再是日常的噪声。这意味着风暴已经越过防线，战略转折点的已经开始形成。战略转折点爆发的早期，企业内部通常会呈现出一幅很不正常的图景，决策层的口号与业务一线的执行完全脱节。这种现象被定义为战略不和谐 （strategic dissonance）。当旧有的护城河被撕开缺口时，高层管理者出于对过去成功经验的路径依赖，往往会拒绝承认环境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巨变。他们会不断宣扬旧战略的正确性，试图通过增加投入来修补那些已经注定走向衰落的业务。这种言行撕裂的代价是很沉重的，因为企业在关键的窗口期被迫陷入了内部空转。在英特尔遭遇转折点的那个时期，这种战略不和谐达到了顶峰。虽然 Andrew Grove 和 Gordon Moore 等高层在公开场合依然坚定地宣扬我们要誓死保卫存储器市场，甚至投入了大量资源去研发下一代更廉价的存储芯片以应对日本厂商，但残酷的市场反馈却与高层的意志背道而驰。一线工厂的生产计划人员其实是最先清醒的一群人，他们每天都能看到芯片良率的真实数据，看到客户将订单转向亚洲竞争对手。这些一线的执行者为了完成财务指标和维持工厂运转，在未得到高层授权的情况下，已经悄悄地调整了生产线，将存储器业务的产能一点点置换给了他们认为更有希望的微处理器生产。这让企业好像产生了一种双重人格。高层活在过去的幻觉里，认为只要加大营销力度，只要再降一点价格就能收复失地，而中下层管理者则活在现实的恐惧中，他们为了活下去，不得不采取各种变通手段，绕开总部的既定方针。这种分裂意味着公司的资源被拉扯在2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一方面，财务报表上显示的支出大多用于维护旧有业务；另一方面，企业真正的未来却在没有任何官方支持的情况下，靠着中层管理的个人英雄主义艰难求生。这种状态持续的越久，企业在市场中的被动局面就越严重。决策层的傲慢将企业置于一种名为战略不和谐的慢性窒息中。这种口号与行动的割裂，正是企业走向深渊的前奏。如果不及时打破这种虚假繁荣的幻觉，企业所有的战略意志都将在内耗中迅速瓦解，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真正的市场份额被持续夺走。战略不和谐一旦长期存在，企业就会被拖入一个被称为死亡之谷 Valley of Death 的困难地带。这是一段漫长、混乱且充满心理折磨的停滞期。当旧业务失去增长，而新业务尚在襁褓，企业便进入了这种进退维谷的脆弱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最危险的并非对手的攻击，而是企业自身对方向感的丧失。当所有的资源被分散消耗，当部门之间开始因为利益分配而互相攻讦，企业的战斗力会随着资源的稀释而直线下降。在英特尔的那个至暗时刻，整个公司弥漫着难以名状的焦虑。由于存储器业务的严重受挫，账面上的亏损数字令人心惊胆战。更可怕的是，中层与高层、研发与市场、生产部门与财务部门之间陷入了无休止的内部争论。每一个部门都在竭尽全力寻找罪魁祸首，每一个业务单元都在因为不确定的未来而产生动荡。研发人员不知道应该把时间花在改进旧芯片的性能上，还是去攻克微处理器的架构难题。市场人员不知道应该去继续维系那些正在流失的存储器大客户，还是去开拓尚未盈利的处理器新兴市场。
这种方向感的丧失比单纯的亏损更具杀伤力。这种死亡之谷的痛苦更存在于每个员工的心理上。一个曾经在行业内呼风唤雨的巨头，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不断被超越的落伍者。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是最优秀的工程师也会因为看不清未来而离职，最忠诚的骨干也会因为内部斗争而选择沉默。企业就像一辆抛锚在漆黑隧道里的列车，燃料已经所剩无几，而发动机却在不断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如果不迅速找到走出死亡之谷的路径，不用竞争对手发力，仅靠企业内部的这种混乱与自我消耗，就足以在几年之内快速消耗掉公司几十年积累的资产。这就是转折点中最艰难的环节。大部分企业并非倒在转折点的冲击下，而是倒在了穿行死亡之谷的漫长挣扎中。没有目标，就没有执行力；没有执行力，就没有明天。要想走出死亡之谷，企业必须停止感情用事的争论。很多时候，高管迟迟做不出转型的决定，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被沉没成本困住了。看着倾注了数年心血的存储器项目，谁都很难在感情上直接放手。要打破这种困局，真正管用的解法是引入旋转门思维。在一个压力巨大的下午， Andrew Grove 与 Gordon Moore 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讨论着公司令人窒息的困境。当时存储器业务持续下滑，内部争论已经撕裂了公司。 Andrew Grove 突然向 Gordon Moore 提出了一个假设性问题。他说，如果我们现在被董事会踢出局，换了一组全新的高管团队来接手，你认为这群新来的局外人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Gordon Moore 沉思了片刻，平静地回答，他们会立刻放弃存储器业务。 Andrew Grove 追问道，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走出这扇旋转门，然后再走回来，以那个局外人的身份亲手把存储器部门关掉呢？正是这句话瞬间刺破了迷雾。在那一刻，他们剥离了身为公司创始人和旧业务捍卫者的情感负担，完全站在了纯粹的商业成功角度审视公司。这一思考方式非常简洁，却极具穿透力。既然新来的接任者不会有任何情感包袱，他们会只看数据，只看未来，那么为什么现在的我们不能强迫自己站在那个客观的立场上做出最理性的决定呢？这种局外人思维是破解战略不和谐的关键解法。它强迫管理者承认，如果不做这次切割，企业将面临重大危机。当你不再把自己当成旧业务的守护者，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可以出售的资产包时，很多看似无法逾越的困难就会瞬间变得清晰明了。不是要抹杀过去的功劳，而是要为现在的生存腾出空间。这次基于客观视角的心理切换，让英特尔真正意义上结束了混乱的内部争论，将保卫存储器的口号扫进历史垃圾堆，开始了一场全公司范围的、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的全面转型。领导者的格局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在必要时刻敢于向过去的自己挥刀的决断力之中。跨越那段充满绝望的死亡之谷，并不是依靠一场会议或一个口号就能实现的。当旧有的商业底盘面临瓦解，企业必须寻找全新的资产结构与生存根基。在这个方向高度模糊的转型初期，最容易陷入的管理陷阱，就是试图用旧有的标准化流程去约束未知的探索。面对生死存亡的战略转折点，必须给予一线人员足够的空间去试错。这就需要采取一种打破常规的管理方式，让混乱统治 Let chaos reign。 在1980年代初期的英特尔内部，面对存储器业务的节节败退，高管们并没有闭门造车去锁定一个微处理器架构。相反，为了找到最能适应未来个人计算机市场的技术路线，管理层在内部营造了一种高度竞争甚至看似失控的生态。当时英特尔内部同时推进着复杂的 IPX432 架构与后来占据优势的 X86 架构，不同的研发团队各自为战，为了争取有限的测试预算和市场资源，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吵。这种局面在传统的管理视角下是明显的资源消耗，更是组织效率低下的病态表现。然而，
这种看似无序的内部博弈，恰恰切中了应对巨变的核心脉络。在技术路线与市场需求尚未明朗的阶段，混乱不仅不是破坏，反而是企业在绝境中孵化新生的必要土壤。一线工程师和销售人员因为直接与下游厂商接触，他们自下而上的试错，往往比总部的顶层设计更贴近真实的商业需求。通过让不同的技术架构在真实的市场中进行碰撞，企业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收集反馈数据。如果在这个阶段强行实施行政垄断，过早地消灭不同的声音，企业极有可能将所有资源压注在一个错误的伪命题上，从而陷入更深的困境。让混乱统治的实质是打破旧有体系的路径依赖，为创新提供足够的缓冲地带。在这个阶段，管理者的核心职责不是简单发号施令，而是刻意克制住那种想要迅速恢复秩序的本能冲动。面对转型期必然遭遇的一轮又一轮危机与各种不确定性，必须允许不同部门之间存在摩擦，容忍研发路线的重叠，甚至鼓励下属对既定战略提出尖锐的质疑。只有经过充分的、激烈的内部生存竞争，那些真正具备市场爆发潜力的技术架构，才能在高强度试错中脱颖而出。这种主动拥抱失控的策略，是企业穿越转型迷雾，摸清未来商业形态的必经之路。没有边界的放权，最终只会导向企业的分裂与资源的枯竭。当内部的探索与市场的真实反馈产生了清晰的共振，当一条通往未来的新曲线已经若隐若现时，管理者的角色必须完成一次决绝的翻转。这种从全面包容向集中管控的瞬间切换，被称为"然后控制混乱 "（Then rein in chaos）。在经历了长达数月的迷茫与试错后，一旦找准了破局的锚点，就必须以铁腕手段收回所有分散的权力，强行建立全新的业务秩序。1985年底，当 X86 架构在激烈的内部竞争与外部市场测试中展现出压倒性的优势后，英特尔的高管团队立刻收紧了权力的缰绳。这是一个充满阵痛的过程。那些曾经耗费了巨额资金，承载了无数工程师心血的其他微处理器项目被坚决砍掉。管理层没有给内部留下任何继续争论或游说的空间，直接向全公司下达了最后通牒。英特尔随即向外部的同行以及整个华尔街强硬地宣告，自己不再是一家存储器公司，而是一家纯粹的微处理器公司。这种大刀阔斧的收网动作，正是重构商业底盘的关键步骤。在战略转折点进入下半场时，企业最稀缺的资源就是时间。如果此时依然放任内部的声音多元化，试图照顾所有人的情绪与利益，新战略的执行力就会被严重稀释。竞争对手绝不会给你喘息的机会。为了在新的细分市场中迅速建立起规模效应，企业必须将原本分散在各个角落的研发资金、顶尖人才以及市场营销预算，犹如一把尖刀般汇聚到单一目标上。在战略确定的那一刻，民主与宽容就成了企业最大的毒药，铁腕与集中才是确保新商业模式能够迅速落地的重要保障。控制混乱的本质是为企业建立起一套高度集权的全新指挥系统。任何想要继续在旧框架下试错的想法，或者试图保留部分旧业务以防万一的妥协，都必须被当场扼杀。在全新的产业结构中，速度就是生命，资源的高度集中就是企业最核心的护城河。这种从无序探索迈向铁血纪律的演进，虽然在组织内部会引发剧烈的动荡，但只有通过这种不留退路的战略收敛，企业才能将每一分资金与算力都倾注于刀刃之上，从而在新的赛道上实现对竞争对手的压制。检验一家企业是否真正跨越了战略周期的试金石，从来不是高管们在镁光灯下发表的宏大演讲，也不是公关通稿里的愿景蓝图。真正的检验标准就写在真实的财务数据和人事调动之中，那些代表着公司最高生产力的核心人才、最重要的营销预算以及占据企业现金流的庞大资金，是否已经从旧业务中坚决剥离，并集中重新注入了全新的资产结构中。
资源的真实流向，就是企业灵魂与战略意志的最终归宿。1986年，为了真正完成向微处理器的转型，英特尔开启了一场震撼全行业的资源大重组。面对曾经占据公司极大收入份额的存储器工厂，管理层以明确的姿态关闭了7家大型制造厂，并解雇了数千名员工。更为决绝的是，那些在存储器时代立下汗马功劳的顶尖芯片设计专家，被一纸调令强行抽离了原本充满荣耀的部门，悉数编入前途未卜的微处理器研发团队。对于许多元老级员工而言，这是一种很难接受的调整，但对于英特尔的生存而言，这是重构长期投资组合所必须支付的风险溢价。这种不计代价的资源大腾挪，是企业能否重获新生的真正考验。如果一家企业仅仅是口头宣布转型，却依然让旧业务占据着最豪华的办公楼，消耗着绝大部分的研发预算，那么这种转型本质上就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表演。真正应对10倍速变化的动作，必须落实到每天的审批流与资金流中。每一张预算表的签字，每一份核心人员的调令，都是在为割裂过去支付代价，同时也是在为买断未来下注。如果资源配置的重心没有发生根本性的位移，所谓的战略转型就只是一座经不起风吹雨打的空中楼阁。通过强硬的手段倒逼资源的转移，是打破组织惯性与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有效工具。那些试图在旧有利益格局中左右逢源，不愿进行深度资产重组的企业，往往倒在转折点的废墟中。只有当最聪明的大脑、最充沛的资金和最坚决的营销手段集中投入到全新的业务轨道上时，企业才算真正实现了结构性的重生。这不仅是一场组织结构大换血，更是一次为了赢取下一个10年生存权的核心压注。当所有的弹药都被集中在最关键的方向上时，企业才真正拥有了适应新时代、重写竞争规则的机会。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是一本能帮我们看清商业变局底牌的书。经营企业，或者说做任何长期的投资与决策，并没有那么多一劳永逸的秘籍。面对外部环境的巨变，很多曾经辉煌的大公司之所以倒下，往往不是因为资金断裂，而是因为管理者沉迷于过去的成功，不愿承认现实。说到底，跨越生死存亡的关口，拼的不是谁能精准预测未来的风口，而是在旧有根基发生断裂时，谁能老老实实地尊重常识，剥离情感的包袱，用客观的眼光审视现状，并果断把资源转移到该去的地方。在不确定的商业环境里，承认现状并管住自己，不去盲目消耗资源，就是最稳妥的生存法则。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这期内容对您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每一次举手之劳，都是在为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今天聆听这段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带给您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